风拂荷塘，自留一抹清香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河上清风。公司破产欠债，父母被逼跳楼双亡，哥哥车祸昏迷不醒，医生说活不了1周。我每天被高利贷暴力催债，绝望之际决定先哥哥一步上路。医院里，我跟哥哥道别，隔壁病床在看直播的妹妹突然把手机摄像头对着我，问道：“大师，您看是他吗？”直播间里道士装扮的女生端详片刻，惊喜高喊：“果然，黑气照额，面有衰相，他就是我要找的人。万万，你先不要有轻生的想法。”我马上道：“直播间关闭，看来是真要来医院这边。知道我的名字，是高利贷催债的新手段吗？”我在心里苦笑，跟哥哥说完最后一句话后起身，准备回家自杀。喂，大师说他马上就来，你干嘛去？看直播的妹妹拦住我，她叫苏黎，19岁，是个大学生，留着一头朵拉同款发型，比我矮一丢丢，小巧高挺的鼻梁上架着厚重的黑边框眼镜。因为没钱住不起单间病房，苏黎是哥哥同屋的病友，做了个小手术，在病房里休养。之前我因为心情苦闷，将我家的遭遇曾向他诉说，可这时我却感觉他要和个装神弄鬼的神婆一起来骗我。我没钱了，在我身上骗不到钱的。我一阵苦笑，什么鬼？短暂的疑惑，他很快反应过来，你误会了，大师是来帮你的。见我不信，他又补充，这个大师很厉害的，一会他来了，你有什么困难直说，他肯定帮你解决掉。解决？怎么解决？我爸妈死了半个月了，哥哥车祸昏迷不醒，还欠了近1000万的高利贷。他是能复活我爸妈，还是能救活我哥，还是能帮我还清高利贷呢？我苦笑，泪水再次模糊视线。半年前，我还是万氏贸易公司的千金小姐，不知道谁从中弄鬼，对外供应的货物里被查出大量违禁品，公司被查封，财务被冻结，所有合作的供应商纷纷取消合作，公司背下巨额违约金，还即将背上刑事官司，家里所有钱都填不上违约金一半，爸妈之前所谓的好伙伴全都见死不见，只能被迫借高利贷。本来高利贷的还款期是1年后，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提前，而且利息高的可怕，强压下爸妈跳楼自杀，高利贷落在了我和哥哥身上。哥哥为了保护我，到处想办法凑钱送我出国，结果半路出了严重车祸，昏迷不醒。医生说哥哥只尚存一丝微弱气息，可能活不过1周了。哎，你别哭啊！他见我哭，有点手足无措，慌忙地从口袋里掏出纸巾帮我擦眼泪。我知道你很惨，但是请你相信，大师一定能帮你解决现状的。我抽噎着，爸妈死了，哥哥也不能活，我一个孤儿还有什么困境需要解决？不如死了一了百了，也不用痛苦了。谁说你哥哥不能活？病房外，一道清亮的声音响起。我抬眸，看到了刚才在直播间叫我别死的女生。她一身白色衣袍，黑长直扎成高丸子头，露出光洁白净的鹅蛋脸，高丸子头上还插了根木簪，倒真有一点仙风道骨那味。不过她看起来才20出头的样子，该不会是什么江湖骗子吧？大师你来了。苏黎十分高兴，忙给我介绍，万万，这就是远近闻名的季大师，他定能帮你解决此事，叫我季小秋就行。季小秋说完，径直走到我哥病床旁，伸手探了下他的鼻息，气若游丝。还好还好，气若游丝还好，这说的是什么话？我有些生气，大师就是你这样子的。我哥危在旦夕，你竟然说还好。他转过身看着我，气若游丝说明你哥还有救，要是没气了才是完蛋。听到我哥还有救3个字，我心脏猛地一抽，气瞬间消散，却又忍不住自嘲，别骗我了，我哥什么情况我很清楚，医生都说我已经没有钱了，别在我身上白费力气。原来你在担心这个呀？放心好了，季大师做好事不收钱的。苏黎赶忙搭话，谁说我不收钱？不收钱，每天喝西北风啊！
纪晓秋白了他一眼，他看着我，又补充一句：“不过事情没解决前不收钱，你放心好了，我绝对不是什么江湖骗子。”我迟疑，看着我哥喃喃：“你真能救活我哥吗？”那是自然，因为你哥并不是因为车祸昏迷。他掐指算了算，神色凝重地看着我：“你家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？这么狠，竟然给人破了运。”破运，纪晓秋告诉我，人的运气被借、被偷、被沾都还好，最可怕的是运被破掉。运被破掉无法修补，等待的将是家破人亡，谁也无力回天。严重的话还会殃及后3代以及近亲。不过看你跟你哥，估计还没有下一代吧。他上下打量了我一番，抬手看了下腕表，时间差不多了，估摸着一会就有人来找你。他话刚说完，病房门口吵嚷着挤进3个人，来者并不是别人，正是对我家避之不及的大伯一家。大伯、大伯母、堂姐、六啊！苏黎虽知道纪晓秋本事，还是忍不住惊讶于表。我也被惊讶到了，这大师有点本事啊！大伯母把手里的一篮鸡蛋放在床头柜，泪眼婆娑地握着我的手：“万万啊，你真是个苦命的孩子。你爸妈刚过世，你哥又……”他惺惺作态地擦擦眼泪，瞧见病房里还有其他人，他疑惑：“这是你的朋友吗？”“是大师，他们说可以救醒我哥哥。”我醒醒鼻子，说：“我话一出，堂姐扑哧笑出声。她今天穿着黑色的一字领连衣裙，大波浪卷发随意散在肩头，很成熟韵味的打扮，但脖子上却佩戴着与着装不搭的木佛，还是白线绳。”伯母狠狠瞪了他一眼，转移我注意力道：“万万呢？现在江湖骗子多，你家已经这么惨了，别再被骗了，留点钱为自己以后考虑。”“大妈，他为什么这么惨？难道你心里没点数？”纪晓秋讥讽。伯母脸色一变：“你在胡说八道什么？我很心疼万万这孩子，他们一家遭遇如此不测，我们全家都很悲痛。”“悲痛吗？我看你在心里偷笑吧。妈，你先带婉妹妹出去透透气，这种江湖骗子就只会嘴上说的厉害，不用理会。”堂姐眼神锐利地扫了纪晓秋一眼，冷道：“是啊，万万，江湖骗子真的没有一点同理心。你哥都这个节骨眼上了，他们还想着捞一笔，要是真有本事，你哥现在早起来了。”伯母怕我信了别人，赶紧把我拉到了病房外边。到外边后，伯母从挎包里拿出一捆钱，目测1万左右。“万万呢？不是伯母不帮你们，而是这件事并不是钱的问题。”他语气沉重，欲言又止。他说：“我们一家如此惨，都是因为我。20年前，我爸带着我跟大伯赶集的时候，曾遇到过一个算命老头。那时候的我才3岁，老头说我是灾星，将来会害了我爸妈。我爸一听这话气急，不仅把算命老头的摊掀了，还差点把他打进医院。最后是大伯掏了100块赔偿才算了事。算命大师见我爸不听，也看在大伯给的100块钱份上，叮嘱我大伯，在我满20岁后，一定要离我家远点，不然就会被殃及，轻则破财，重则殒命。伯母这话让我想起刚才纪晓秋说的破运，殃及后3代以及近亲。难道伯母说的都是真的？真的是因为我公司才破产，是我害死了爸妈，是我害了哥哥。我的心脏忽得像是被一只大手捏住，痛得无法呼吸。我捂着胸口蹲在地上，额头冒着冷汗，好痛，真的好痛。伯母重重地叹了口气：“如今你哥也快走了，我们今天来也是想送送万林这孩子，顺便接近你一点。往后的日子，你也知道，你伯父年纪大了，你堂姐结婚还要为他准备嫁妆，我们家实在是不敢冒这个险，把你当做自己的孩子收养，你就当是伯母一家对不起你们吧。”我哭出了声，眼泪大颗大颗砸在冰冷的地板，撕心裂肺痛喊：“爸妈对不起，哥哥对不起，是我害了你们，我该死，我早该死了。”我心如死灰，跑进一间空病房，推开窗户就准备跳下去结束生命。一只冰凉的手搭在我的肩膀，把我扣了回来。
紧接着一个巴掌拍在我额头，清醒点！冰凉的触感渗进我的肌肤，让我焦躁悲痛的内心稍稍平复了许。是纪晓秋，你这心理能力够弱的呀！几句话就能让你把我说的话抛之脑后，义无反顾跳楼自杀。纪晓秋无语，他瞥了眼走廊外的伯母，附在我耳边小声：“你以为你伯母是来告诉你真相的？想多了，他是看你还没自杀，前来逼死你的。”我不解伯母为什么要这么做，心里的悲痛让我浑身无力，连思考的能力都丧失了。纪晓秋见我神情恍惚，咬牙：“你不信我，那也别急着死，给我3天时间，我定能让你哥醒过来。”纪晓秋让苏黎时刻跟着我，不允许我再有自杀的行为出现。他说我哥在医院躺着也没啥用，直接花了500请人把我哥抬回家。这500记账啊，事成后得还的。没问题，就这样。纪晓秋和苏黎暂住在了我租的房子里。至于我家的大别墅，早在欠下高利贷那刻就卖掉了。苏黎留在家里守着我哥，纪晓秋则带着我去到市场，买了只鲜活的大公鸡，还有香烛。他说我哥身上的气息非常弱，随时会被人夺走。大公鸡阳气重，先买只大公鸡压一压。我以为公鸡是用来炖给我哥吃的，没想到竟是放在我哥睡的房间里。大黑狗太贵了，公鸡便宜些，虽然没有大黑狗厉害，也能凑合。纪晓秋一边说，一边将大米绕床撒了圈，然后又把香烛点燃，插在窗户口。好了，不出意外的话，今晚就会有人找上门，我们只要等着就行。他拍了拍手，转身看着一脸愁云的我：“晚上会有人来，是伯母一家吗？”我想起早上发生的事，问：“不是。”纪晓秋摇头，走到沙发处坐下。我一开始以为是你伯母一家把你的运破了，但今天见面后发现不是。你注意到你伯母一家的穿的衣服没？全是黑色，每个人身上还佩戴了邪佛，这是在避你。如果是他们家把你的运破了话，根本就不会畏惧你。你仔细想想，你们家有得罪什么人吗？他问我，我努力回想，应该没有。我爸妈为人谦卑，从不与别人有过口角，就算是自己吃亏，也不会难为别人。我跟我哥从小耳濡目染，自是不会得罪人，那就怪了。没有深仇大恨，谁干这么缺德的事情？难道是别人嫉妒你家境殷实？也不至于呀，你家顶多算是比较有钱，还没到大富大贵的地步。纪晓秋犯难，你要自杀的事情，你伯母一家知道吗？我摇头，这种事我怎么可能说出去？他们知道你今天会死，发现你没死就来医院查看情况，还对你说那些伤人的话，目的就是想把你逼死。他皱眉啧了声，抬手扶着下颚。虽然你伯母一家不是破你运的人，估计也脱不了干系，要么是被人利用，要么就是与人合作。我心一沉，他们为什么要做这么歹毒的事情？我们家对他们家很好，有什么好事都想着他们。我愤怒，纪晓秋狐疑，真的就没有因为别的事情闹不愉快？有过，我爸还没发家前曾拉大伯入伙，但是伯母怕投资失败，没让大伯跟我爸一起干，于是我爸创业成功发了家，大伯一家还平平淡淡。可是这也不至于，这不都是他们自己的选择吗？再说了，我家帮衬他家还少吗？顺着回忆捕捉，我告诉纪晓秋，大伯是1年前才发的财，而且大伯这个人游手好闲，从来没干什么正事。要说财是哪里来的，就不得不提起堂姐交的男朋友了。对，堂姐的男朋友我认识，曾经还追过我，被我拒绝了。后来不知道怎么就跟堂姐好上。夜深，寂静的夜里，连根针掉落在地上都能听到。纪晓秋躺在沙发上刷着手机，苏黎蹲在椅子上吃着泡面，我则是守在哥哥旁边。已经凌晨2点了，好几天没休息好的我睡过去2次，第3次困得睁不开眼时，一直啄米的公鸡突然打鸣，咕咕咕，我吓得打了个激灵，清醒不少。苏黎也被突然的鸡叫吓到。天亮了，这不刚2点吗？
纪晓秋迅速从沙发上起身：“你俩千万别出门，一定要守着万林。”说完，他拿起挎包出了门。恍惚间，我好像看到哥哥的眼皮动了。苏黎不敢怠慢，他泡面都没吃完就跑进了房间，守在床的另一头。怎么回事？我紧张地问他。估计是纪大师算到的人来了，他现在出去抓人呢。苏黎回我：抓到人就能把我哥救醒了吗？你别急好吧，事情要搞清楚了才能下手解决。现在还不知道破你运的人是谁。我俩不再说话，一直等到凌晨4点，纪晓秋才回来。他白色的衣袍脏了块，头发也有些乱。怎么样，人抓到了吗？苏黎比我还焦急，上前迎接，接过他手里的道具。破运的主谋没出现，还不讲武德的请了个打手。要不是我身手敏捷跑路，估计这会就躺在医院了。纪晓秋吐了口气，神色凝重地盯着我哥。还有一件事。什么？被破运的不是你，而是你哥。你可能不是万家的亲生女儿。这也就对上了。我被破运，爸妈哥哥都出事，我怎么一点事都没有呢？原来我不是万家的亲生女儿啊。不过现在这件事一点也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哥。纪晓秋看出我的焦虑。你别担心，有公鸡守着你哥的最后一魄，他们暂时动不了。3天时间，今天算半天哈。纪晓秋又用朱砂画了几道符贴在我哥睡的床头，再续上燃尽的烛火。他双手合十，张嘴无声地念着咒，随后咬破食指，在我哥额头点了抹红。做完这一切，天都微微亮了。苏黎打了好几个哈欠。纪晓秋让我们先休息，休息完后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。我无心睡眠，但熬了好几夜，再加上哭肿的双眼，我还是没能顶住身体的疲倦睡去。等到睡醒，已经是第2天下午1点。客厅的桌上密密麻麻摆满了道家用的法器。我哥睡的房间门和窗户都搭着红线。见我醒来，他指了指凳子上打包的食物：“先吃点东西，吃完带我去见见你堂姐的男朋友。”堂姐的男朋友叫什么我都忘了，不过我还模糊地记得他的长相，比我高1个头，很瘦，留着一头杀马特发型遮盖左眼，右眼很凹，黑眼圈很重，高鼻梁薄唇，右臂膀还有道很狰狞的伤疤。纪晓秋怀疑堂姐的男朋友就是破我哥运的人，只要找到他，将他身上的运转给我哥，我哥就能活。伯母一家知情又是帮凶，逼我都来不及，肯定不会让我见堂姐男朋友。就连昨晚想对我哥下手都找人，想要在这么大的城市找到他，可想而知有多难。笨啊，纪大师昨天都能算出你要自杀，还算不出一个男人的下落。笑话。苏黎往嘴里塞进最后一口小笼包，鄙夷我还真算不出。纪晓秋讪讪。苏黎被噎到。水呢？我要喝水，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。纪晓秋又说。什么办法？我跟苏黎异口同声。你不是有他微信吗？发个与你哥同框的朋友圈，文案就暗示你哥快醒了。我就不信这样不能把他炸出来。我都不知道他叫什么，万一把我删了呢？我微信近1000个好友，那你也有你伯母一家的微信，他们定时刻盯着你的动静，有动静不得通知主谋。信我，发。纪晓秋对自己的计谋十分有信心，我也照他说的去做。果然不出他所料，朋友圈发出去10分钟，堂姐就给我发来消息：真的假的？林哥他伤这么严重还能醒过来？不会是回光返照吧？我想骂他，忍住了。当然不是了。你还记得昨天在医院的大师吗？多亏了他。不是吧？江湖骗子你也信？哥哥已经醒过来了，就是有点虚弱，调养一阵子就好了。我按照纪晓秋说的回，堂姐没再回消息，估计去通知主谋了。1小时后，屋内无风自起，挂在哥哥房门的红线微动。房内的公鸡像是中邪了般到处乱飞，像是逢年过节被逮的牲畜。纪晓秋迅速拿起桌上的铜剑，冲进房内挥舞，口中念咒：罗千尺神，驱邪卫真，猴神虎奔，气神引金，
心神单元，令我通真，思神炼业，道气长存，急急如律令。一套剑术口诀下来，屋内的邪风平息。纪晓秋将铜剑放在我哥身上，两手虚心合掌开2食指，稍弯曲而各处于2中指上节，再弯曲2拇指处于2食指下节。临、兵、斗、者、接、阵、列、在、前。念完口诀后，他按住我哥眉心，呼许久，他松开手，如释重负地呼了口气，走出房间，一屁股坐在沙发上。苏黎眼疾手快，给他倒了杯水。纪晓秋接过水，直接饮尽。这公鸡还是不如黑狗，不敢勇对邪祟。等我赚钱后再接这种活，一定买黑狗，不然太费力气了。抱歉，我感到愧疚，这钱本该我出的。不说这些，万晚。晚上你跟我去找他。谁？你堂姐男朋友？我已经知道他住哪了，今晚就去逮他。那我哥怎么办？我不放心留苏黎一人在这守着。你等会。纪晓秋拿出手机打了个电话，事情源头找到了，晚上来帮我守个人呗。电话那头传来一道好听的男声。好。深夜11点整，纪晓秋带着我抵达离市区5公里外的郊区。郊区有平层，还有别墅。在他的本领下，我们俩轻松翻过一道墙，站在了别墅的院子里。别墅只有2层，且年久失修，看起来破破烂烂的。别墅的大门没有关，但为了以防万一，纪晓秋还是带我用攀爬的方式爬到2楼。我不解地小声问：我们不是来抓人的吗？怎么感觉像是来偷东西的？这你就不懂了。你以为随便一个普通人都有破运的本事啊？肯定是花钱请邪道助力啊！我这叫小心行事，万一那个邪道在这怎么办？我才刚出来接活，斗不过老道士的。别墅就2层，而且面积不大，上下加起来不过4个房间。纪晓秋想要悄悄地把人带走，就得知道男人具体在哪间房里。叮铃铃，还没查看一间房，纪晓秋口袋里突然传出刺耳的铃声，他赶紧拿出手机按下接通键。小秋啊，你老妈算出你今晚有劫，万事小心啊！纪晓秋嘴角忍不住抽搐了几下，眼里透着无语。老妈，如果你没给我打这通电话，或许就没这一劫。别墅头顶的水晶灯亮起，瞬间灯火通明。楼下右手边的房间门打开，走出一个道士装扮的老头，和我熟悉又陌生的堂姐男友。哦，准确来说，他叫贺兰心。在看到他脸后，我才想起他的名字。没想到还小瞧了你这丫头，竟然拦住了我的指魂咒。邪道说，还是大师厉害，将计就计，把他们引到了这里。贺兰心阿谀奉承地冷笑道。邪道抬步走上楼梯，纪晓秋将我护在身后，低语：找机会跑，跑，来都来了，跑得掉吗？贺兰心收起冷笑，眼里露出狠厉之色。纪晓秋跟邪道打了起来，我按照他说的找机会跑，可这里是贺兰心的地盘，我又怎能跑得掉？挣扎中，我从别墅2楼的走廊坠下，好在不高，我只是疼得动不了身。贺兰心跳下来，扯住我的头发，用力扇了我几巴掌。这几巴掌力道太大，打得我头脑发懵。打斗中的纪晓秋自顾不暇，眼见着我被贺兰心拖着往外走，却撤不开身来救我，浑身骨裂般疼，发懵的脑袋还没缓过来，就被他一把推进了面包车里。咔，我好像听到了骨头错位的声音。贺兰心打开驾驶门，启动车辆。既然你跟你哥感情这么好，那我成全你，让你们一起死。我疼得哆嗦，不要杀我哥，求你了。我哥要是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，就让我替他赎罪好吗？别杀他，就你全家死100回都难解我心头之恨。赎罪，赎得清吗？他愤恨，脚踩油门，将车速开到最快。夜晚的冷风呼呼狂啸，窗外的夜景因速度变成幻影。好冷，好疼，我再说不出任何话，只祈祷如此快的车速能出点意外，至少可以救我哥一命了。但是我的祈祷并没有任何效果。面包车很快停在了我租房的老小区，
我被贺兰心粗暴地拖出车，被拖着往楼上走。救命！我声音微弱地喊着，想抓楼梯扶手拖延时间，却没有一点力气。我很快被他拖着走到房门口，不等他抬脚踹门，门竟被人从里打开。一个长相帅气的男人站在门口，他低头看了看趴在地上的我，又抬眸注视着贺兰心，声音不温不火，对一个女人下这么重的手，不太绅士。贺兰心冷眼，语气很厉：“你是谁？给我滚开！还好吗？要不要先帮你叫救护车？”他无视贺兰心，对我说：“我让你滚！”贺兰心说罢，挥拳就想砸在男人脸上，可他的拳竟在距离男人分毫时猛地往回，重重砸在自己眼眶。啊！他吃痛的后退2步，捂住眼睛。苏黎听到动静，从里面小跑出来，在看到我后大惊：“天哪，万万你没事吧？脸怎么肿得跟猪头一样？他伤得不轻，你送他去医院。”男人淡漠：“好的，顾炫大师，这里就交给你了。”苏黎说罢就要来扶我，贺兰心踉跄几步挡在我面前，咬牙切齿：“又来一个大师！万家这种罪孽深恶的人，就这么值得你们救吗？”顾炫不跟他废话，直接伸手扣住他的肩膀，把他甩进了屋内。在门即将被关上时，我用手挡住：“我不要去医院，我要陪着哥哥。”“可以。”苏黎刚想劝我，顾炫就答应。于是我被苏黎扶着进了屋，躺在沙发上。贺兰心被顾炫绑在椅子上，他偏头看了眼窗外，神色从未变过的淡漠。看来小秋的能力还有待提高，超时了。我这才反应过来，这是他们的计谋。贺兰心以为把我跟纪晓秋引到别墅是将计就计，殊不知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让他自己送上门，才是真正的计中计。等纪晓秋赶回来时，天已蒙蒙亮。公鸡在屋里打着鸣，声音刺耳又尖锐。他看起来情况不大好，身上的衣服都划破了几道口，脸上也脏脏的，像是被人按在地上暴捶了般。不等苏黎询问，他抬手止住苏黎的关心：“我没事，东西都给我准备好了吗？”“一切都准备完毕，就等你了。”苏黎说。“行，你们想干什么？想要复原万林身上的运？别做梦了，被破的运根本就复不了，他死定了。”贺兰心说完，哈哈大笑。纪晓秋没接话，他走到桌前，打开一个被鲜血染红的塑料桶，桶里装着新鲜的鸡头。他拿出4个，分别放在我哥房间4角，随即把手上沾染的鲜血抹在白墙上，四面包括天花板都抹了。做完这些，他又拿出一张什么都没写的符纸，将符纸放在我哥身下，才悠悠回复：“是复不了，所以把你身上的运转给他。”贺兰心脸上的笑容凝固，他奋力挣扎几下，丝毫动不了后，怒目圆睁地瞪着纪晓秋：“你以为万家是什么好人吗？他们家害得我家破人亡，我只是用其人之道，还治其人之身。”纪晓秋白了他一眼：“你身上的运可好好的，还什么其人之身？”他走到贺兰心面前，伸手撩开他盖住左眼的刘海，他的左眼眶竟然是空的。“我们家到底怎么伤害你了？你说清楚明白。”我强撑着身子坐起，我也很生气，什么深仇大恨能让他用这么歹毒的手段害死的爸妈，还想要我跟我哥的性命？万万，你才是那个最不该忘的人！贺兰心怨毒地看着我。10年前，13岁的我目睹了一场校园霸凌，被霸凌的女孩何其惨，被为厕所污秽物，被剪刀剪残头发，锋利的剪刀甚至划破了她的头皮，鲜血就顺着她的头往下滴答。这还不够，她甚至被当着男生的面扒光衣服拍照，还有男生上前对她动手动脚。重要的是，这个女生我认识，她是爸爸合作伙伴的女儿，也是我的好朋友。那些霸凌她的人家庭背景都很殷实，有些还是校方亲戚。出事后，女生的家里人找到我，他们决定把那些霸凌者告上法庭，但是我被威胁，没敢出面作证。再后来，那些照片传遍校园，霸凌者不但没受到惩罚，甚至变本加厉。女生跳楼了，就死在我面前。
我大病一场，爸爸的生意却在那阵风生水起。原来我的胆怯害死了我最好的朋友，我却大病一场，选择将此事忘掉。爸爸生意红火的那阵，也是介于拿了贺家资源。贺家说把所有好资源都让给我们，只有一个要求，就是让我当证人。可是我爸爸为了保护我，并没有对我说这些。贺家女儿死了，贺阿姨疯了，贺爸爸一蹶不振，成了酒鬼。贺兰心为了给他妹妹报仇，去找那些霸凌者，竟被生生挖掉了左眼，手臂上长长的疤也是那时候伤的。可是这关万家什么事？你不去报复那些霸凌者，反倒是挑软柿子捏。纪晓秋丝毫没为他的惨状动容。如果万万当初出庭作证，霸凌者就会受到惩罚，我妹妹就不会死。一切都是因为他，还有他爸。贺兰心大吼，愤怒让他脸色涨红，青筋暴起。按道理来说，一切皆是因为我的话。贺兰心为什么不破我的运，反倒是破了我哥的运？他本意是想破我的运，后来发现我不是万家亲生女儿，就算破我的运，也只是死我一人。他不甘，所以破了我哥的运，先让我家垮。至于我一个弱女子，他随便用什么手段都能弄死我。纪晓秋长叹口气，13岁的小女孩遇到这种事，能保全自己就不错了，还想让她当女英雄，不太现实。她觉得我无辜。至于我爸，确实有点不道德，可也是站在家人的立场。10年前，小康家庭怎能斗得过家境殷实的富豪呢？况且还不是一个，是一群。你的遭遇确实让人唏嘘，不过这不是你用邪术破人运的理由。要怪，只能怪世界太残忍吧。说完，他手掌按在贺兰心头顶，手掌一圈泛起金光。我在电视里看到过，是元光术。不一会，我看到条条红血丝线从贺兰心的七窍钻出，被我哥压着的符飘出，飘到纪晓秋面前。他双指一夹，那些红血丝游向符文，原本什么都没有的符上面出现咒暗波罗莫林陀宁。贺兰心表情痛苦，却丝毫动弹不得。等到符纸满文，纪晓秋才收回手。贺兰心像泄气的皮球般瘫在椅子上。纪晓秋拿着符纸走进我哥房间，钳住我哥下巴，迫使他张开嘴。符纸飘在我哥嘴巴上方，一簇火苗将符纸燃起，燃尽的符纸灰掉入我哥嘴巴。喂他喝杯水，不出意外，明早他就能醒来了。做完这些，纪晓秋拍了拍手。我余光注意到，原本鲜红的鸡头此时都变黑了，包括墙上那些血迹。纪晓秋把贺兰心身上的运转给了我哥。我问他那贺兰心会不会有什么事，他只是没了运，日子会过得更艰苦，对命不会有影响。他掐指算了算，不作死的话，能苟活到70。我点头，心里五味陈杂。我恨他害死了我父母，又怜悯他的遭遇，更愧疚对他妹妹的见死不救。纪晓秋像是知道我的心情，他拍了拍我的肩膀，安慰：别有太多心理压力，这根本不是你的错。有句话叫帮是情分，不帮是本分。如果你帮助别人会受到性命威胁，甚至会连累到家人的话，这个忙不如不帮。现在这世道，圣母可没有好下场哦。停顿了会，他拿出手机，打开计算器，把你哥抬回家的500块，再加买道具的300，还有那只公鸡139，出道费一共9672，给你抹个零，就给9670吧。好，纪晓秋知道我现在拿不出钱，也不着急，只说等我哥哥醒来后3天把钱送到就行。随后给了我个地址，哥哥第2天果真醒了。我把这2天的事情告诉他，心里开心过后又沉重。外面欠了那么多钱，大师费都付不起，哥哥却让我不用担心，他有办法。不过他没告诉我是什么办法，只说我这阵子辛苦了，让我好好休息。钱的事他来。3天后，我跟哥哥按照纪晓秋给的地址找过去，周边邻居却说这里根本就没有人住。就在我恍惚时，一通陌生的电话打了过来，是纪晓秋。有钱了，你用这个号码加下我微信，直接转给我就行。
他笑嘻嘻地说：“可是不是让我啊，那个呀，哈哈，随便瞎写的地址。我现在在外地忙呢。”加上微信把钱转过去后，纪晓秋又给我说了件事，他让我离伯母一家远点，没了贺兰心的扶持，他们家很快就会垮的。这种一给钱就能被利用的人，最好不要再联系。至于贺兰心，没了孕的她，除了最后剩的家产，估计什么都干不了了，也不用担心再次遭报复。就这样，我跟哥哥重新创业，开启了慢慢还债之路。哥哥头脑聪明，情商高，再加上有贺兰心的好运在身上，不到半年，我们就把欠的债还清，还赎回了之前拍卖出去的别墅，日子变得美好起来。我也渐渐从阴影中走出。清明节时，我跟哥哥捧着鲜花去墓地看望爸妈，回来的路上碰到了贺兰心，他拄着拐杖，好像是断了条腿。我哥伸手把我脑袋往另一处抹，恶有恶报，他家庭的不幸不该由我们买单。走吧。是啊，恶有恶报，可他家遭的恶该由谁报？下面我们来听第二个故事。脱离世界前7天，我决定和父母好好相处，做他们期望的懂事女儿。我不再为他们偏袒养女祝雨晴而大闹，更不再为竹马讨好祝雨晴而失落。一开始，他们不屑地冷笑：“你终于有点姐姐的样子了。”早这样大家都开心。后来，他们眼神疑惑：“默默，你怎么不生气？”我淡淡的笑：“这不是你们希望的样子吗？”再次和系统联系上之前，我和全家的关系已降至冰点。系统声音平静，脱离程序启动后1周生效。宿主，我们7天后见。我无声地点点头，点燃了身旁蛋糕上的蜡烛，烛光跃动。我双手合十，许下在这个世界的最后一个愿望。正准备吹蜡烛，门从外面被推开，爸爸妈妈、哥哥和祝雨晴谈笑着走进来，对上我的目光。哥哥轻嗤一声：“妈，怪不得人家不去你的生日宴呢，原来自己在家里享受呢。”妈妈闻言，原本满是笑意的眼睛被厌恶取代。她大步向前，端起桌上的蛋糕，一把扔进旁边的垃圾桶。“我让你吃，给自己的亲妈生日当天添堵，你还有脸自己在家吃蛋糕？”爸爸也看着我，重重叹气：“默默，你现在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。”他边朝里面走去，边嘴里小声念叨：“我怎么就养出来你这种女儿了呢？”我静静地看着爸爸离开的背影，刚想开口说些什么，衣领就被哥哥用力揪住。我身体随着他的力道不由得前倾。他咬牙切齿：“祝雨墨，你一定要闹得全家都不开心，你才开心了是吗？你之前害得妈妈有多惨，你忘了吗？”我对着他笑，一言不发。如果是以前，我一定哭着辩解，那件事真的和我没关系，或者委屈地质问：明明我才是和他们有血缘关系的一家人，为什么他们都更偏袒养女祝雨晴？可现在，还有1周我就要离开了，答案不重要了，我也不在乎了。我倔强地回看他，气势不比他低丝毫。他胸口起伏越来越明显，最后用力将我甩出。“祝雨墨，你真贱呐，跟于晴半点都比不了。”我的头磕在茶几一角，疼痛立刻传遍全身。祝雨晴惊呼一声，上前扶我：“姐姐，你没事吧？”她有些嗔怪地看祝承前：“哥哥，姐姐看起来好疼的样子。”祝承前哼笑一声：“你别管她，她最爱演戏扮可怜了，就是拿准了你最善良，才故意演给你看。”他把祝雨晴从我身边拉开，叮嘱她：“你都被他骗过多少次了，还这么轻易相信他？小心被倒打一耙。”一字一句，宛如刀割。我用力吸气，疼得生理性掉眼泪，捂着伤口朝我房间走去。“没关系，反正就快要离开了，我不在乎了。今天是妈妈的生日，不久前我和他们因祝雨晴大吵一架，我摔门离开。原本我想借今天帮妈妈过生日缓和我们的关系，早早买了礼物和蛋糕，从学校赶回来。可面对的却是上了锁的家门。我打电话过去，对面传来欢声笑语。妈妈冷笑一声：“你不是说以后我就雨晴一个女儿了吗？现在还打电话干嘛？”
我握着手机的手僵住，尽量保持声线平稳。我回来给你过生日。妈妈冷声回应。我哪里有这个福气让你给我过生日啊？你不折磨死我，我就烧高香了。耳边传来祝雨晴甜美的声音：妈妈，快来吹蜡烛。妈妈温柔地回他这就来，转而淡漠地给我报了个地址，施舍般要我过去。我挣扎一瞬，回他：那我就不过去了。你们玩得开心，既然这场聚会里本来也不希望有我的存在，既然他们打电话邀请了亲人、同事和朋友，但没有一个人通知我，那我就不必去自找没趣了。挂断前，祝雨晴的声音再次传来：妈妈，是姐姐的电话吗？姐姐终于认错了呀，那快让姐姐一起来吧。电话挂断，我在门外坐了很久，过去18年的生活在我脑中浮现，泪水不争气地流淌。最后，我利用18年的积分换出系统，要求提前结束攻略任务。那边患了癌症晚期的身体在等着我。忽然有人推开我的门，不用回头，我也知道是祝雨晴。这是他惯用的招数，在我和全家人吵架后，以安慰、劝说我的名义，来我面前耀武扬威。姐姐，还疼吗？他嬉笑，也不知道哥哥怎么这么大的力气，对自己的亲妹妹都下这样的狠手。你也是，知道全家都讨厌你，还回来干嘛呢？他目光落在桌子上的购物袋，啧啧两声，给妈妈买这么贵的礼物啊？一边上学一边打工赚钱不容易吧？不像我，爸妈每个月给我的生活费根本花不完，我都没机会体验兼职的感觉呢。他得意地笑出声。类似的话，他说了太多遍了。我曾一巴掌打在他的脸上，也曾一杯水倒在他的头上，可下场都是被爸妈、哥哥怒骂一顿，他们变本加厉地讨厌我，偏袒祝雨晴。我曾无数次怀疑，是不是我的性格不讨人喜欢，所以爸爸妈妈才不喜欢我。我甚至疯魔到模仿祝雨晴说话的语气、表情，只为了多一点亲情的关注。而我后来凄惨地发现，没用的，无论我做什么，在爸妈眼里，我就是嫉妒、小心眼、自私矫情、又坏又蠢。而祝雨晴则是所有人心中暖心的小天使，哪怕他在班里带头霸凌辱骂我，在无人处嘲笑讥讽我，这些我都尝试告诉过爸妈、哥哥，可换来的是他们更多的偏见、厌恶。最近一次争吵是祝雨晴偷了我的话参加比赛，获得全国一等奖。我怒极质问他，他委屈地哭了。如果姐姐得了这个奖会开心，那我愿意把这个奖让给姐姐。我怒火中烧，大骂他小偷，妈妈却扬手给了我一巴掌。闭嘴，无能又极度心强的坏东西！我怎么生了你这样的女儿？我不敢相信地捂着脸。以前他们虽然也不爱我，但从没打过我。妈妈，那你就当没我这个女儿了吧。我跑出家门，没再回来，直到今天。本以为一切还有转机，他们只是被祝雨晴高超的演技蒙蔽了双眼。可现在我已经明白了，是我太傻了。见我不说话，祝雨晴笑得更猖狂了。怎么，被打一顿学乖了呀？都不骂回来我了？我对着镜子查看伤口，看也不看他。既然你喜欢，那就都让给你好了。大概我的反应太平淡了，没让祝雨晴感受到她预期的爽感。她的笑意忽然没了，转而变得恶狠狠的样子。祝雨墨，你别以为这些都是你施舍给我的，这些都是我凭自己得到的。你就是招人厌恶的烦人精。我停下手中的动作，淡淡的看着他，说完了吗？说完了就滚出我的房间。妈妈过来给我送酒精消毒，我伸出手想接，他却拉过我的头，自顾自地给我消毒。原本冷寂的心忽然好像又有了点温度，眼中酸涩不堪。在原世界，我是孤儿。胎穿来这后，我第一次真实地感受到健全家庭的幸福。爸妈爱我，哥哥宠我。20岁时被全家人说爱我这个攻略任务，容易得像送分题，只要完成，我在原世界就能恢复健康。可我早就想过了，等攻略成功那天，我就不回去了。
直到爸爸的好兄弟夫妻去世，我家收养了祝雨晴，一切开始朝另一个方向发展。默默，妈妈的声音拉回我的思绪。我抬头看她，她揉揉我的头，委屈了呀。我一会儿就去骂你哥哥。我缓缓开口，妈妈，你是真的不想要我这个女儿吗？妈妈神色一滞，语气硬了一些。说什么你这孩子，妈妈为了你连命都敢搭进去，你忘了吗？我没忘。默默地点点头，她拉住我的手，轻轻拍了拍。默默，有件事情妈妈想和你商量一下，反正你现在也从家里搬出去了，高考后上大学也会住校，不如你把这个房间收拾出来给妹妹当画室吧。我呼吸一滞，刚刚被消毒时泛起的片刻感动，像一个笑话。我小声地问：那我以后回来了呢？妈妈微微蹙眉，似是对我的追问已经不耐烦了。你回来1-2天就住书房就行，反正你在家里也跟个客人似的。明明听过那么多句剜心的话，此刻心还是忍不住丝丝泛痛。我听到自己的声音无意识地响起：好的，妈妈。我微笑地看她，妹妹还有什么其他想要的吗？我也可以给，只要你和妹妹开心就好。她原本张开嘴巴准备再次劝我的话，瞬间哽住，眼神闪过一次诧异。默默，你同意了？以前祝雨晴借他们的嘴来抢我的东西时，我总是强硬拒绝，大吵大闹。可这次我懒得再争了，反正结果也不会变了，反正我也要走了。见我认真点点头，妈妈眼中的疑惑变成一丝欣慰的笑意。她目光移向桌子上的购物袋，里面是我原本给她准备的生日礼物，一条蝴蝶金项链，是我兼职和参加比赛赚来的钱买的。我明白她的意思，主动把袋子递过去。妈妈，给你。她眼中笑意更盛，语气也带了惊喜。默默，你真是长大了。看来你爸爸把你赶出家门几天的惩罚，真是让你反思成长了。你哥哥刚才对你的教育也发挥了作用。我心中苦笑，一个还在读高3的孩子，被父母赶出家门几天，不闻不问，被自己亲哥哥打到额头冒血，无人在意，反而他在为此而庆幸。我瞬间觉得真的没意思了。我小声地告诉妈妈，我累了，想早点睡了。妈妈立刻笑着站起来，那妈妈先走了，你好好休息。我熄灭房间的灯，躺在床上，平静地调整呼吸。快结束了，祝雨墨，别难过。第2天一醒来，就听到客厅里有谈笑声。我揉着睡眼出门，我出现的刹那，外面的谈笑声瞬间止住。赵敬堂神色不自然地看向我，尴尬地打招呼：默默，你醒了呀？我点点头，朝厨房走去接水。这个从小和我一起长大的竹马，在爸妈、哥哥都偏向祝雨晴时，坚定地站在我这边。他曾和我一样对祝雨晴同仇敌忾，可从哪天起呢？他也成了祝雨晴的小跟班，甚至在看到祝雨晴在学校带头孤立污蔑我向他求助时，他冷淡地转身离开。为什么大家都不喜欢你，喜欢雨晴呢？祝雨墨，人得学会自我反思。我喝完水，不想靠近他们，想要走回房间，可祝雨晴却蹦蹦跳跳来到我身边。姐姐，敬堂哥哥刚刚给我带来一个超级好的消息。他笑得明媚四溢，像阳光下的向日葵，脖子上露出的金蝴蝶也在日光下闪光。我忍不住伸手去摸蝴蝶，他眼眸更闪闪发光。好看吗？本来是妈妈的，见我也喜欢，妈妈就送我了。原来妈妈昨天从我那要走这条项链，是为了给祝雨晴啊。妈妈神色有一丝慌乱。默默，你别多想。可我只是抿唇微笑，都是一家人，谁戴都一样的。妈妈脸上的讪笑僵住，半晌，她缓缓接话：对呀，默默真是懂事了。祝雨晴天真又无辜地拉着我朝沙发走去。姐姐，你还不知道敬堂哥哥的好消息是什么呢？他柔柔地看向赵敬堂。敬堂哥哥，不然你告诉姐姐吧。赵敬堂眼神闪躲，这不是还有几天就高考了吗？我妈说高考后给我报个出国旅游团，我想着带晴晴一起，
来找叔叔阿姨要一下证件办签证。他说完，手攥紧衣服下摆，不敢抬头看我。妈妈笑着搭话：“我这就去给你拿证件。”路过我时，他拉我的手：“默默和我一起去吧。”我知道他是担心我又会大吵大闹。几个月前，我生日那天，赵敬堂答应陪我过生日。自从祝雨晴来了，没人再记得给我过生日。每年生日都是赵敬堂一个人陪我点蜡烛、吃蛋糕。可这次，我等到蛋糕化了，他也没出现。原本送我的礼物也带到了祝雨晴头上。那天我清晰地感受到，我生命中最后一个重要的人，也在渐渐剥离出我的生活。害怕、恐慌、生气占据我的心头。我冲到医院，全家人和赵敬堂都在围着装病的祝雨晴。没人想起今天是我的生日。我冲上前，扬手打了祝雨晴一巴掌。下一秒，祝承前和赵敬堂同时用力把我扫倒。滚！祝承前瞪大眼睛，指着门口：“你都欺负雨晴多少次了？”赵敬堂也满眼失落：“默默，我真没想到，你真是这样的女生。”所以他们大概害怕今天我听到赵敬堂要请祝雨晴出国玩，我会再次破防大闹吧。妈妈急切地想把我带走，可根本没必要了。我轻轻从她手中挣脱，妈妈神色一愣。祝雨晴甜美的声音开口：“姐姐，我一个人陪敬堂哥哥去，你会不会生气？如果你不愿意，那我就把这次机会让……”“不用。”我淡然地打断她，“祝你们玩得开心。”我端着水杯继续朝房间走去。赵敬堂忽然站起来，走到我身边：“默默，到时候我给你带纪念品回来。”慌乱的眼神带着些讨好。真奇怪，我大吵大闹，不想让他和祝雨晴走那么近时，他指责我小气自私，甚至厌恶到不想再和我一起放学。现在我不干预他们的相处了，他又开始想着和我拉近。我笑着摇摇头：“谢谢，但是我什么礼物都不需要。祝你们玩得开心。”大概是我表现得太平静了。我关上房门的刹那，身后还传来他们窃窃私语的议论声。奇怪，我怎么觉得默默有点不一样了？对呀，以前不带他出去玩，他不得掀翻天。祝承前冷吃，他有什么脸生气？妈妈的手要不是因为他，怎么会这样？我沉默地关上门，大滴大滴的血滴在医院的地板上。祝雨晴来我家的第3年，妈妈收到绑匪的短信：“你的女儿祝雨墨在我手里，要救她，你就带着5万块钱独自来这个地方。”妈妈去了，却发现里面只有绑匪自己，根本没有我。争执中，绑匪用匕首划过妈妈的手腕，伤口很深，伤及神经。而妈妈是著名的外科圣手，绑匪桀桀发笑：“真是个傻子啊！是你女儿说了，只要把你骗来，废掉你的一只手，这笔钱就归我。以后你要怪，可不能怪我呀。”毫不知情的我此时还在同学家聚会，直到爸爸暴怒出现在聚会上，用力踹我一脚。我倒在地上，痛苦地看着他：“爸爸，怎么了？”爸爸的眉毛几乎竖了起来：“你还有脸问？要不是晴晴找到了被你心虚扔掉的手机，我们还不知道你这么恶毒呢，竟然联合外人毁掉自己的妈妈。”我担心妈妈，来不及细问，立刻冲到医院。医院地板上还有残留的血迹，妈妈躺在病床上，痛心疾首：“默默，就算你嫉妒爸爸，妈妈收养了于晴，也不应该这样骗妈妈去送死啊！祝雨墨，我真后悔生了你这个女儿。”事后，我或哭着或冷静地解释过很多次，我不知道那个绑匪和我的聊天记录为什么会出现在我的手机上，我怎么可能会联合陌生人害我自己的妈妈呢？可这都被视作我的嘴硬狡辩。难道这是晴晴给你捏造的聊天记录？祝雨晴大惊失色，眼泪大颗大颗地落：“姐姐，以前别的事你冤枉我，要我背锅，我为了讨你开心就背了。毕竟我只是个养女。可是这次涉及妈妈引以为傲的事业，我绝对不会包庇你了。”他说的大义凛然，更加将这个罪名定在我身上。从此，全家人彻底将我视作狼心狗肺的存在。
可深夜，祝雨晴又走进我房间，勾唇：“祝雨墨，你真是狠呐！毁掉妈妈最爱的事业，她以后还怎么可能把你当女儿？明明是你污蔑我的，是又怎样呢？有人信吗？”他在月光中捂嘴离开，我瘫坐在地上，如他所说，此后就当没我这个女儿这句话。妈妈确实说了无数次，终于快要成真了。我对着天花板默默倒数，还有5天了。晚上，赵敬堂留在家里吃饭，琳琅满目一大桌。妈妈给赵敬堂和祝雨晴夹菜，快吃，你们俩都最爱吃大闸蟹了，这个季节的蟹肥。祝雨晴撒娇：“敬堂哥哥，我不想自己弄，太麻烦了，你帮我好不好？”赵敬堂宠溺地应了。妈妈开玩笑，都这么大了，还要敬堂照顾，我看你以后嫁人了怎么办？爸爸也笑出声：“还用说呀？你看他俩现在这个年纪，结婚不就是早晚的事吗？”哥哥趁机调笑，晴晴还脸红了：“你们青梅竹马，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呀？”所有人都其乐融融地交谈着，声声刺耳，我只当听不到，面无表情地吃着饭。祝承前却连这份安静都不肯给我，他悄悄餐具，喊我的名字：“祝雨墨，你说呢？”我不解地抬头，他嘴角弯起，眼里却是冷意：“你说晴晴和敬堂是不是青梅竹马，天生一对啊？”我迟疑2秒钟，他轻笑一声：“你该不会还在做白日梦，想着兑现儿时的玩笑话，以后自己嫁给敬堂吧？”我停下筷子，神色淡然：“没有，他们俩很配，我提前祝他们以后长长久久。”全桌人都瞬间安静下来。祝承前恼怒地继续夹了口菜：“真恶心，每次都这么扫兴。”祝雨晴轻笑一声：“哎呀，姐姐又吃醋了。敬堂哥哥，你快哄一下姐姐。”赵敬堂闻言，看向我的眼神情绪复杂，手上却没有动作。妈妈夹起一只螃蟹，放到我的盘子里：“别光说话，默默也吃，这螃蟹特别鲜。”我点点头，一口也没有动。又吃了几口饭后，我想先下桌。爸妈，还有几天就高考了，我先去学习了，你们慢慢吃。爸爸喊住我：“等等！”我转身，他眸色森寒：“你妈妈给你夹的螃蟹你还没吃，你就这样离开，不是故意想让妈妈伤心吗？”祝雨晴手肘撑在桌子上，含笑看着我接下来的反应。赵敬堂眼中闪过不安，站起来要说话，却被我抢先一步打断。我不想欠他什么了，也不想增添更多的误会了。爸爸妈妈，我看着他们浅笑。我海鲜过敏，吃了海鲜严重时会呼吸不上来。你们忘了吗？餐厅再次陷入死寂般的寂静。赵敬堂微不可察地深深吐出口气。祝雨晴被收养前，我因为吃了螃蟹几乎昏厥，查出过敏源后，妈妈极度自责，以后海鲜再也没有出现在过我家的餐桌上。可祝雨晴来之后，她喜欢海鲜，慢慢的，各类海鲜又回到了桌上，没有人再提过我过敏这件事。妈妈讷讷开口：“是吗？可是每年这个时候，咱家不是都买很多虾蟹吗？你也没说过。妈妈，你没发现我从来不吃吗？”妈妈身体微微摇晃，祝承前疼地站起来，怒骂：“我看是晴晴喜欢什么，你就对什么过敏吧。”人在无语的时候，真的会笑一下。祝承前被我笑得极不自然。“你是什么意思？”我淡淡的回他：“你要是这样想，我也没办法。”说完，我转身离开。我环视房间，看着这个我生活了18年的地方。刚才饭桌上，爸爸又提起用我房间做画室的事。他说，等高考结束后，我就搬出来住进书房吧。高考前余留的几天，像是对我的恩赐，可不想要了。第2天，我借故请假没去上学，爸妈各自去上班后，我独自收拾着房间里的东西。进入高中后，爸妈为了让我学乖，断掉了我大部分的生活费。我申请了贫困助学金，再加上自己趁假期兼职打工，维持着生活的开销。我的衣服和鞋子都不多，祝雨晴却有了很多漂亮的公主裙，最时尚款式的各季衣服。她在学校里是漂亮的校花，
我灰头土脸，沉迷在学习和兼职中。有老师提起，我们是姐妹，怎么成绩差这么多？别的同学积极地替祝雨晴解释：老师，我们雨晴长这么漂亮，以后是要当明星的，学习成绩没那么有用。老师无奈地摇摇头。以前他也好好劝过祝雨晴，要专心学习，可被他高傲地怼了回去。老师，我才不是你那种人，死命读书，最后不过是个打工的牛马。我爸妈的钱以后都会给我，我自己当了艺人，一天赚的比你一辈子还会多，你就别多管闲事了哈。没人想冷脸贴热屁股，老师渐渐不再管他，他也乐在其中。可我很好奇，这样满嘴谎言、满心幻想搭建起来的虚假楼台，祝雨晴到底能在其中住多久？我把身上以外的所有衣服、鞋子都装进行李箱，扔到了楼下的垃圾桶。祝雨晴来之前，爸妈送我的礼物也被我收起来，分给了楼下广场上玩闹的小朋友，其他留下来占地方又带不走的东西，我打了出租车带到郊区的荒地上，一把火烧了，烟雾呛得我不住的咳嗽，咳出泪花。最开始来到这个世界时，我是为了完成攻略任务，健康的回到原世界。我阳光明媚，奶声奶气地喊着爸爸妈妈，感受着他们无私的爱我，那种感觉太幸福了，是我两世人生中第一次感受到父爱和母爱。我也学着更多的去爱他们，毫无保留。可祝雨晴出现后，我一次次被冷落、被忽略、被指责、被嫌弃，我才懂，有些东西从来没有得到过，原来也是一种幸福，至少就不会感觉到失去的痛苦了。拥有又断崖式失去，太折磨人了。我看着眼前的火苗一点点变大，最后又一点点熄灭，最后变成一团粉末灰烬，心中渐渐全部释然。得不到的爱，我就不要了。晚上，我住进了书房，一连几天都没有人发现，毕竟爸妈已经很久没有晚上来找我聊天了。我一夜无眠，和这个世界做着最后的诀别。明天是高考的第二天，也是我要脱离这个世界的时间。早上，全家人难得的都没去上班，妈妈笑着给我端过豆浆，嘱咐：默默快吃，吃饱了好斗志满满地上战场。爸爸也出奇地向我露出笑脸，要我别紧张。祝雨晴边喝豆浆边若有所思地看了看我，我以为他是嫉妒爸妈给了我一次好脸色，可直到车子即将发动，我肚子忽然阵阵刺痛时，我才懂他眼神的意思，他在豆浆里下药了。是呀，他怎么允许我考出个好成绩呢？那样不就会有更多的目光聚焦在我身上了吗？谁还会理他呢？见我疼得捂着肚子，祝承前眼神不耐：你怎么天天这么多事？祝雨晴也假意贴心地关照我：姐姐，你是怕考不好紧张了吧？姐姐胆子也太小了吧？祝承前笑出声：我看是怕自己考不好丢人，现在不敢上场了吧？还说自己平时是年级第一，我看平时的成绩都是抄的吧？我懒得再反驳，妈妈却忽然厉声制止他：承前，闭嘴！怎么能这么说妹妹呢？祝承前眼神一滞，不敢相信地看着妈妈：妈，你被夺舍了呀？他有多爱卖惨装傻，您不知道吗？妈妈眼神瞬间复杂起来，我没有时间再听他们一家人之间的嘲讽，径自拉开车门，朝屋子里跑去。我先上个厕所，你们先走，一会儿我自己去。可几分钟后，又有人进门的声音，祝承前的声音响起：爸妈先送晴晴去考场了，要我留下来送你。他得意地笑了一声：不过我才不送你这个撒谎精，你自己想办法吧。我身体很难受，但心情却平静到极点，连一点难过都没有了。隔着门，我喊住他：哥哥，你是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讨厌我呢？小时候你可是个宠妹狂魔。外面半天没有声音，安静到不像祝承前。我叹口气：是祝雨晴来之后，对吗？她真的很好，我真的很差，她才配做你的妹妹，对吗？外面依旧沉默。几分钟后，传来大门的关门声，祝承前出门了。系统的声音再次出现：
宿主，还想去考场吗？我可以给你传送过去，不过你都要走了，考试结果也没什么意义了。我犹豫一瞬，点点头，要去的。损失一个高分可以炫耀的女儿，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后悔呢？考试结束，铃声响起时，我放下笔，转头看向窗外。临近傍晚，可夏日的黄昏日落依然热烈。雀鸟从窗外飞过，落在榕树上，叽叽喳喳地叫着。我跟着人流走出学校，慢慢地朝着未知的方向走去。我和系统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这18年的经历，系统颇为感叹：“宿主，你辛苦了。”我趁机耍赖：“那你能看在我辛苦的份上，让我原世界的身体恢复健康吗？”系统沉默了，我笑出声，不再为难他。已经多活18年了，够了。我笑着抬头，却瞬间色变。一辆车好像失控了，疾驰着向人行横道。一个几岁的小女孩正被妈妈牵着靠近这里，似乎完全没注意到急速而来的车子。小心！我大喊一声，朝那边跑去。小女孩和妈妈被我推开的瞬间，我的身体被车头重重撞上，身体腾飞到空中。见到被吓哭的小女孩已经被妈妈安全地抱在怀里，我欣慰地半闭上眼睛。这样走好像更有意义一点了。下一秒，耳边却传来熟悉的声音：“老公，你是不是撞到人了？”有人从车上下来，颤抖着摸了摸我，接着一声惊呼：“是默默！”我艰难地睁开眼睛，嘴角忍不住扯笑。撞我的车子竟然是我家的，爸爸开车，妈妈坐在副驾，接祝雨晴考完回家。默默，你别闭眼，再坚持一下，妈妈这就送你去医院。见爸爸还在一旁慌乱地颤抖，妈妈大喊一声：“快啊！”我感觉自己的身体被抱起，怀抱的气息很温暖。好久违，爸爸声音颤抖：“默默，默默，爸爸这就送你去医院。”祝雨晴的声音也响了起来，可我已经听不清了。我缓缓闭上眼，准备离开。我轻轻握住妈妈的手，回应她：“默默，你想说什么？”“妈妈，别哭。”我用力喘气，“你就当没我这个女儿就好了。”说完，我彻底失去意识。在听到动静时，我已经是一片魂魄了，和系统一起飘在手术室外。手术室门从里往外推开，爸爸妈妈立刻凑上去询问医生情况。抱歉，患者内脏破裂，失血过多，身体情况本来也差，我们尽力了。听到我的死亡宣判，妈妈似腿软般瞬间倒地，眼中蓄满泪水。她抓着医生的衣角喃喃：“怎么会呢？怎么会死呢？”爸爸的身体也摇摇晃晃，靠着墙轰然倒下。只有祝雨晴嘴角悄悄勾起笑容，又假装难过的样子，上前安慰：“妈妈，别难过，你还有我这个女儿。”可下一秒，妈妈却用力推开她，祝雨晴也倒在地上。她不解地看向妈妈，妈妈全身都在颤抖，眼睛通红地指着她：“你明明不是我的女儿，一定是你抢了我女儿的命，她才会死去。”祝承前正好赶了过来，把祝雨晴护在怀里。他拔高语调：“妈，你吓到雨晴了。”可妈妈却又靠近他们一步，她用力揪起祝承前的衣服，逼问：“我不是让你接送妹妹吗？为什么出事的时候只有她一个人？”祝承前一愣，下一秒，妈妈用力掌掴他：“你分不清到底谁才是你妹妹吗？”我看着眼前乱哄哄的一片，心情没有丝毫波澜起伏了。系统摇摇头，迟来的醒悟真恶心。我却忽然福至心灵，转身看他：“我为什么忽然会出现在爸妈车前救人？他们回家的路不是这条啊！”系统吐了口气，悠悠道：“你这18年太惨了。”我没忍住用点小手段，我笑出声：“这个冷冰冰的童子有点可爱呀。”本以为我在这里的故事就要结束了。我问系统什么时候走，他们太吵了，我不想看了。可系统说再等等，还有一个人没来呢。我好奇，抬头看向走廊尽头，正好看见赵敬堂正疯了一般跑过来，在他身后还有一同跟随的警察和老师。本以为警察是来处理爸爸和我这起交通事故的，
可警察却把手铐铐在了祝雨晴手腕上。众人哗然。爸爸开口：“同志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女儿怎么了？”祝承前像只炸毛的鸡，大吼大叫：“你们放开我妹妹！”警察一声呵斥，就让他们安静了下来。警察环视众人，冷声开口：“根据赵敬堂同学提供的录音证据，我们怀疑祝雨晴涉及一起绑架害人案。”众人目瞪口呆，祝雨晴哭红的眼睛一愣，不可置信地看向赵敬堂。赵敬堂上前一步，扬起手机播放录音：“晴晴，阿姨被绑匪毁掉手腕那事，是不是你安排的？”祝雨晴声音迷糊，带着醉意：“对呀，那是我找人安排的绑匪。”伪造的祝雨墨和绑匪的聊天记录，他咯咯笑出声。可他那个蠢驴爸妈和哥哥都信了，把他当替罪羊，反而把我当宝贝。哈哈哈哈哈！祝雨晴的笑声回荡在走廊。我用力吸气。爸妈和祝承前已经在录音中目眦欲裂。祝雨晴用力去抢手机，想中断录音，却被警察控制住。别乱动！祝雨晴狰狞地看向赵敬堂，眼神充血。这些天，你对我的体贴关怀都是装的，故意和我拉近距离，就是为了骗我说出来，给祝雨墨主持公道。众人看向赵敬堂，他在众人的目光中缓缓点头，对着祝雨晴冷笑：“我和默默从小长大，他是什么样的人，我不用你告诉。”祝雨晴忽然凄然一笑：“可惜呀，你的默默已经死了。”赵敬堂呆住，目光破裂。他缓缓转头看向我爸爸妈妈，在他们死寂般的眼神中颓然倒下。我和系统也双双震惊地看着对方，说不出话来。系统啧啧两声：“宿主，你误会这个大情种了。”我还没来得及反应，变故又生。妈妈拿着钥匙，猛然靠近祝雨晴，在众人都没反应过来前，钥匙被用力插进祝雨晴的眼睛。“贱人，你还我女儿！”我的丧礼举办那天，来了很多人。祝雨晴已经进了监狱，妈妈也被抓捕候审了。我救的小女孩母女来我灵前鞠躬感谢，祈祷我投个好胎。原来霸凌过我的同学赵敬堂带着证据强制他们来我灵前忏悔。众人离开后，赵敬堂一人痛哭出声，絮絮叨叨说着这些天冷落我时他的难过和自责，说他晚一步拆穿祝雨晴的面目，导致我死去的痛苦。他哭得太久了，我从跟着一起哭，默默安慰他，到听得头疼。最后我无奈了：“系统，救救我！”系统勾唇，打了个响指。赵敬堂身子歪倒，晕过去了。我惊喜：“好厉害！”系统张大的嘴巴呆住。我还没行动呢，他这是自己哭死过去了吧？高考出成绩那天，爸爸和祝承前带着我的分数去了监狱。几天时间，他仿佛苍老了10岁，满头白发。老婆，默默考了高考状元，我们应该替他开心。隔着玻璃，妈妈摸了摸屏幕上的分数，泪如雨下。我那么优秀孝顺的女儿，怎么就这么死了呢？眼泪淌了她满脸。随着我得了高考状元，我过去的很多生活经历也被人扒出来了。无数曾经的亲朋好友打来电话，恭喜爸爸有个优秀的女儿。大家还不知道我已经死了。也有记者打电话采访，有人拍到高考前雨墨曾睡在公园的躺椅上，大家都很好奇为什么。爸爸一愣，他或许想起来了，那几天我被赶出家门，无处可去，只能睡在公园了。还好没有遇上坏人。记者还在接着提问：“有这么优秀的女儿，你和妻子平时肯定很宠爱她吧？”爸爸和祝承前回家时，在小区楼下看到小孩子们玩闹，忽然在看到一个小女孩手中的八音盒时，祝承前目光一震，他大步上前抢过八音盒，质问小女孩哪里来的这个东西。小女孩吓得哇哇大哭，女孩妈妈警惕地推开她：“这是前几天一个女孩送给我们的，你有病吧？”祝承前眼中瞬间飙泪，声音涩然：“卖给我吧，多少钱我都买。”他深深垂头，捂住心脏，似乎有承受不了的疼痛。这是我妹妹的东西，是我送她的生日礼物。树叶被风吹动，
我跟着系统转身离开，用我生命换来的醒悟和悔恨，并不值得感动。在睁眼时，我已经回到了原世界的病床上。系统用平静的声音开口：“宿主，攻略管理局考虑到你在回来前救了2条人命，决定将你原世界的身体恢复健康。”他顿了顿：“善良必有好报，宿主，祝你余生快乐。”我怔了好久，才终于接受这个事实。余生我会快乐。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了。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，请为我点个赞和订阅。如果您有任何建议，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。希望今天的故事在你心中留下清香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